好的，朋友們，新賽季終於陸續開始了。明天我選了3場重要的比賽，現在咱們做一下預測。老 K 的特色主要是從博彩市場、賠率市場的資金流向，特別是專業資金和大眾資金的流向進行分析，給出最有可能的比分，並且給出一些投注的組合建議。明天這3場球，英超阿森納對考文垂，法甲馬賽對斯特拉斯堡，西甲皇家貝蒂斯對皇家社會。然後今天節目後半部分是穆里尼奧的紀錄片老 K 做的第1期，咱們福格森的曼聯时期還沒有講完，但最近網飛放出來的穆里尼奧紀錄片，亞馬遜放出來的瓜迪奧拉紀錄片真是好看。為了讓大家過癮，也同時讓老 K 自己過癮，那麼我準備穆里尼奧、瓜迪奧拉和福格森交替着每天播出1集，所以明天是瓜迪奧拉，後天是福格森的紀錄片繼續。我相信將網飞版本的穆里尼奧和老 K 版本的穆里尼奧紀錄片一起看，相得益彰。所以喜歡的話，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和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歡迎您訂閱。阿森納對考文垂，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2-0、3-0，阿森納取勝。在資金市場，大眾資金由於阿森納在社區盾杯3-0大勝曼城的好狀態，瘋狂地湧向了主隊和讓球盤。而專業資金在超深盤下顯得更為謹慎，專業資金大多轉向 2.5 的小球，對賠率極低的阿森納主場獲勝不感興趣。部分專業資金流向了防止冷門或者保守的選項，例如考文垂全場死守導致的小球。但總體來看，大家對衛冕冠軍阿森納新賽季的開局還是給予了最高規格的信任。這一場升班馬在客場大概率採取極端防守的擺大巴，所以專業資金提防阿森納在長時間破大巴的時候效率放緩。投注組合我覺得可以選阿森納勝，再加考文垂全場進球數小於 1.5， 再加一個阿森納半場領先，這樣子原本極低的獨贏賠率就會拉升到可以投注的區間。第二種組合，亞洲盤讓球盤，選考文垂受讓 2.5 球，再加一個全場總進球數小於 3.5 球。第三種選阿森納勝，再加上薩卡在全場任意時間進球，或者選哈弗茨。在過去1993到94賽季那一次英超揭幕戰，考文垂曾經在海布里球場3-0擊敗過阿森納。33年過後，又是揭幕戰，又是阿森納主場，而且阿森納陣中的澤凱賴什恰恰是在考文垂真正成長為頂級射手的。這次考文垂將面對自己親手培養出來的鋒線上的怪物。最近阿森納的季前熱身賽曾經1-3輸給皇家貝蒂斯，阿爾特塔在賽後透露，球員對這種輸法非常惱火。當然，當時球隊裡也缺少多名世界杯後還沒有歸隊的核心球員。此後阿森納狀態明顯上升，社區盾3-0擊敗曼城，靠的不是長時間的圍攻，而是用緊湊的4-4-2陣型防守制造轉換的機會，再通過左右兩側的內部空間的跑動和部分區域的人數優勢，迅速衝擊了曼城的後衛。現在傷病方面，薩里巴缺陣，廷貝爾缺陣，薩卡、賴斯和蘇比門迪已經可以出場。這一次阿森納剛剛和維拉隊就孔薩達成了5100萬英鎊的轉會協議，這明顯是給薩里巴和廷貝爾的傷情增加保險。但因為交易時間太靠近揭幕戰，所以可能不会进入首發。而考文垂在升入英超以後，季前賽狀態不差，先後擊敗過西班牙人和摩納哥。作為英冠的冠軍，上賽季97個聯賽進球，定位球進了29個，這跟阿森納一樣，都是定位球之王啊。但是他們的哈吉奈特已經確定缺席，遭遇了嚴重的股四头肌傷病，可能需要休息3個月。他上賽季打進17個球，所以這可不是一般的輪換球員缺席啊。還有他們的傑克魯多尼肩部有傷也會缺陣，弗蘭克奧涅卡輕傷出場存疑。阿爾特塔我們就不用說了，太熟悉。考文垂的主帥則是過去切爾西的主教練，切爾西名將弗蘭克蘭帕德，這可能是他執教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鹹魚翻身。在24年11月，蘭帕德接手考文垂的時候，處境很尷尬。當時他接替的是執教7年，被許多球迷當作俱樂部英雄的馬克羅賓斯。而蘭帕德自己在切爾西、在埃弗頓執教並不成功，他的防守體系和教練能力長期存在質疑。而就這樣去了考文垂，接替了俱樂部的英雄，那又是一支靠近英冠降級区的隊伍。但是第1年他就帶着考文垂衝入附加賽，只是加时补時階段被桑德蘭絕殺。1年後他們直接拿到英冠冠軍。所以現在的主教練蘭帕德比過去更自在，但野心一點沒有減少。
我們要注意的是，蘭帕德的考文垂在無球狀態比他過去的切爾西、過去的埃弗頓時期要好得多。他們在持續防守的时候，會從4-2-3-1變成很緊湊的4-4-2，前鋒和10號位共同封鎖對手後腰，並且故意把球逼向邊線，再由邊鋒、邊後衛和中場形成局部的圍牆。現在的蘭帕德已經不像早期執教切爾西那樣，只強調年輕、強調速度和向前衝了。考文垂的隊伍裡，我們要注意的是古斯塔沃·哈姆爾，他曾經在20年到23年第一次效力考文垂，是當時球队的中场核心。23年升級附加赛決賽，正是他打進扳平一球，只是考文垂最終點球輸給了盧頓，隨後加盟謝菲爾德聯。今年8月11日，考文垂正式把他簽回來。5天前對摩納哥，他已經在第64分鐘替補登場。但是過去的哈姆爾在這支球隊是絕對核心，可現在的蘭帕德打造的是一個更強調整體的體系。回歸後的哈姆爾究竟是繼續當幾年前的中場核心呢？是所有的球都要先經過他嗎？還是變成一個可以踢中場、可以踢10號位，甚至偏左位置的多功能老將？目前尚不清楚。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卡萊布·耶林基，這位加納小將小時候除了踢球，還認真學習過機器人，他是真的很喜歡造機器人。考文垂為了簽下這名20歲的加納中場，付出了2300萬英鎊。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代表加納表現很搶眼，這一次他打破了俱樂部轉會費記錄。對考文垂來說，耶林基代表的是俱樂部升超以後的新戰略，不只是買有經驗的保級型的球員，也願意把巨額預算壓在年輕球員的上限上面。對了，蘭帕德還想繼續補強陣容，還想嘗試引進過去在切爾西執教過的球員魯本·洛夫圖斯奇克，但 AC 米蘭拒絕了報價。蘭帕德還親口承認自己最近為了一個轉會目標向皇馬的穆里尼奧諮詢，所以為了在英超立足，蘭帕德已經將自己的人脈都用上了。那我們就看比賽中蘭帕德的4-4-2能否封鎖住自己的中路，能不能把阿森納趕到邊線。而他自己的體系裡最有威脅的是右後衛米蘭范埃維克，他在過去會參與大量在右側的推進和轉換，所以如果阿森納左後衛卡拉菲奧里頻繁向前，那他身後的區域就是蘭帕德最可能主動尋找的反擊路線。最後就要看看双方的定位球较量，到底誰是大王，誰是小王。第二場法甲，馬賽對斯特拉斯堡。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2-1或者馬賽1-1。博彩市場資金方面，大眾資金狂熱的追捧主隊獲勝，以及追捧大球，還喜歡雙方均有進球的選項。但專業資金態度更謹慎，這兩個隊過去的交鋒歷史上平局的概率高達60%，所以專業資金認為 1.62 左右的主場勝利的賠率水位偏低，缺乏絕對的投注價值。部分精算資金已經流入了斯特拉斯堡的受讓盤，正 0.5 或者正1，主攻方向包括平局。那麼組合方面可以考慮馬賽取勝或者平局，再加上全場總進球數大於 1.5， 或者選上雙方均有進球，再加一個全場總進球數小於 4.5。 第三種組合高風險高回報，選馬賽贏球加雙方均有進球，再加上阿明古伊里可以在任意時間進球。上賽季的馬賽59分，排名法甲第5，斯特拉斯堡比他们少6分，排名第8。不過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斯特拉斯堡已經連續4次做客維洛德羅姆沒有輸球，而且4場全部是平局。上賽季2月那一場，馬賽曾經一度2-0領先，最後階段卻被追成2-2，所以紙面實力看馬賽佔優，但歷史上斯特拉斯堡並不好處理啊。這次夏天的季前賽，馬賽4勝2負。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是最近2場3-1擊敗畢爾巴鄂競技，以及最後一場1-2輸給馬德里競技。2場球顯示出馬賽現在高強度的推進和進攻端很成熟，但輸給馬競暴露出他們在領先後被對手利用轉換進攻反打的問題。馬賽隊的人員變化非常劇烈，在財政約束下補強有限，所以主教練熱內西奧面對的是一個進攻體系初具形狀、陣容厚度卻比理想狀態薄很多的隊伍。球員方面，萊昂納多·巴里爾迪小腿有傷，若弗雷·孔多比亞身體也有些問題，昆廷·廷貝爾首輪停賽，這是阿森納那個廷貝爾的雙胞胎兄弟。斯特拉斯堡季前賽狀態非常差，連續多場失利，0-7狂輸給葡萄牙體育，2-5大敗給埃爾沃斯貝格隊，最後一場對紐卡明顯好轉，90分鐘1-1，點球3-2獲勝。但是核心問題是恩西索、瓦塔拉、巴爾科、埃梅加等等重要球員已經離開，迭戈·莫雷拉也接近離隊。
主教練奧利維拉也已經承認，陣容還沒有最終定型，但最大的損失是華金帕尼切利，他在阿根廷國家隊訓練期間右邊膝蓋受傷，已經進入長期康復階段。此外，本恩、齊爾維爾在最後一場對紐卡的比賽也出現了身體問題，伊斯梅爾·杜庫雷等等後衛也有不同程度的疑問。關於馬賽的主教練熱內西奧，7年前2019年5月，當時馬賽正在尋找主教練魯迪·加西亞的繼任者。在一檔法國電視節目，有人提出為什麼我們不考慮熱內西奧呢？結果現場嘉賓一陣沉默後集體大笑。當時的熱內西奧剛剛因為在里昂隊的成績差而下課，公眾形象不好。但過去這7年，他去過中超的北京國安，又去了雷恩隊、里爾隊，在法甲重新證明了自己執教的能力。上賽季带里爾獲得法甲第3，還有歐冠資格。而最有意思的是，在疫情期間去中國執教北京國安，長期隔離甚至讓他形成了一種更平和的心態。他當時和球队生活在封閉的賽區，日常就是訓練、吃飯，然後錄像會議。基地裡面有一個小公園和池塘，他早上經常去散步看魚。所以老朋友都認為，他從中國回來以後，熱內西奧的自信和管理方式都變得更成熟，尤其是在行為標準和更衣室管理方面。現在馬賽最大的問題是高層決定要撤掉赫伊比爾的隊長袖標，把袖標交給迪莫西維阿。但主教練熱內西奧公開表示，這項決定來自俱樂部管理層，我本人並不贊同。這主要是此前赫伊比爾在馬賽已經基本同意和紐卡達成轉會，可在最後階段拒絕離隊。隨後俱樂部取消了他隊長的身份。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練奧利維拉來自葡萄牙，過去長期以來沒有當過主教練，曾經長期從事門將訓練，但他現在最鮮明的標籤是年輕化、控球、主動進攻。他說自己的球隊無論去哪個客場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踢球，而且每一場都是為了贏。他特別強調通過控球尋找第三人和連續的連接創造機會。他認為足球是一種美，是一種藝術。但斯特拉斯堡最大的問題是場外政治。由于屬於 Blue Coat 多俱樂部的體系，許多球迷長期擔憂俱樂部已經成為切爾西的人才培養基地了。嘿嘿，這也沒有辦法，胳膊擰不過大腿呀。第3場，皇家貝蒂斯對皇家社會。先說結論，最可能的比分1-1或者1-0。資金方面，大眾資金更傾向於客場身價更高、陣容正在重建中的皇家社會，或者看好過去的交鋒總是以平局之多。散戶資金對客隊勝利和小球比較明顯，專業資金則小幅的防範貝蒂斯的方向，對主隊全取3分或者至少保持不敗更有信心。這場的投注建議可以選主隊獲勝，還可以搏一搏全場小球。本場寫着是西甲第2輪，可實際上卻成為貝蒂斯新賽季的正式首戰。第1輪貝蒂斯對瓦倫西亞反而安排在8月25日，這也是因為本屆世界杯的影響，造成西甲的第1輪、第2輪交叉進行。雙方上一次交鋒今年5月，皇家社會主場2-2皇家貝蒂斯。兩個隊新賽季的定位都很高。貝蒂斯上賽季在佩萊格里尼的帶領下拿到了前5，時隔20年重新進入歐冠。皇家社會則在馬塔拉佐接手以後強勢反彈，奪得了上賽季國王杯，獲得了歐聯的資格。最近熱身賽貝蒂斯狀態相當不錯，最近5場3勝1平1負。阿布德已經回來了，恢復了球隊合練，但由於整個季前賽沒有參加正式熱身賽，大概率不是首發。還有勒塞爾索估計趕不上，他正在進行單獨的身體恢復計劃。而貝萊林已經出現在今天最新的訓練中，他已經重新跟隊，預計首發仍然會把他放在右後衛。老將伊斯科已經恢復參賽，但球隊仍然在謹慎管理他的身體負荷，預測首發沒有他，伊斯科可能是替補。皇家社會這邊，格羅恰特吉已經恢復合練，帕切科也恢復了，但貢薩洛格德斯可能還不會上。奧亞薩瓦爾呢，能踢，但他的比賽節奏也是問題。中鋒的位置可能暫時讓給奧斯卡松。這一次已經是佩萊格里尼從2020年執教貝蒂斯的第7個賽季，也是貝蒂斯自05到06賽季以後第一次重返歐冠。而皇家社會的主教練馬塔拉佐，他出生在美國、意大利家庭背景，這不是典型的西班牙控球派，恰恰相反，他來到皇家社會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降低無意義的控球，提高速度，提高壓迫強度。這個半年前還是個奇怪的美國教練，現在已經是國王杯冠軍。這一個夏天，皇家社會沒有完成理想中的補強，防線偏偏7場全部都有丟球，所以仍然在尋找左腳中後衛，尋找攻擊手。而前鋒卡里卡布魯整個季前賽都沒有上場，
不是因為傷病，而是技術決定。他已經正在等待離隊方案。另外，值得注意的小將，皇家社會的阿萊什·馬爾查爾，他突然因為一線隊的傷病還有季前賽表現，獲得了進入西甲名單的機會。能不能完成一球成名的故事，很值得期待呀。好，老 K 做的穆里尼奧的紀錄片肯定跟其他不一樣。最近看了網飞新推出的穆里尼奧，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所以為了讓大家過過癮，同時讓自己也過過癮，那麼強烈建議看老 K 的穆里尼奧紀錄片的同時，跟網飛的版本一起看，相得益彰。首先，我把他的過去到現在分為11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成為波爾圖主教練之前，1963年到2002年1月。第二階段在波爾圖，第三階段第一次切爾西，第四階段在國際米蘭，第五階段第一次皇家馬德里，第六階段第二次進入切爾西，第七階段在曼聯，第八階段在托特納姆熱刺，第九階段在羅馬隊，第10階段在土耳其的費內巴切隊，第11個階段在本菲卡。那麼咱們這就開始1963到2002年的穆里尼奧第一階段，從翻譯到主教練，一個狂人是怎樣煉成的？這是整個系列非常重要的一章。因為如果我們只看後來那個在新聞發布會上目空一切，和溫格鬥嘴，和瓜迪奧拉開戰，帶着國際米蘭淘汰巴塞羅那的穆里尼奧，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這個人好像天生就是狂人。實際上完全不是。從他出生到39歲成為波爾圖主教練，穆里尼奧用了差不多整整40年，而且其中大部分時間他不是主教練，他當過一個普通的球員，當過青年隊教練，當過體育老師、球探、助理教練、翻譯，跟在他父親身邊觀察比賽，替羅布森研究對手，在巴塞羅那學習如何管理一批世界級巨星。他第一次執教本菲卡卻77天就辭職了，最後去了並不起眼的萊里亞聯隊。穆里尼奧真正恐怖的地方是他幾乎把足球世界裡主教練下面的所有工作都親自做過。1963年1月26日，何塞·穆里尼奧出生在葡萄牙的塞图巴爾。他不是出生在豪門，而是一個普通的教練家庭。他的父親菲利克斯·穆里尼奧是一名職業門將，效力過塞图巴爾勝利隊和貝倫人隊，還代表過葡萄牙國家隊出場。退役以後成為職業教練，他曾經多次執教里奧阿維隊，還在當時的聯賽創造過極其出色的成績，還打進過葡萄牙杯決賽。這件事對小時候的穆里尼奧非常重要，因為他從小看待足球的角度就和普通孩子完全不同。別人看比賽總是誰進球了呀？而穆里尼奧從小看到的是我們為什麼輸了，教練應該換誰，對方左後衛右後衛又有什麼問題，我們的主席會不會把爸爸炒掉。這實際上形成了後來穆里尼奧最明顯的性格。他很早就知道職業足球不是遊戲，而是一種非常殘酷的以結果為導向的行業。後來他也多次講過一個故事，一家人正在過聖誕節，電話卻突然響了，俱樂部通知他的父親，你被解雇了。而實際上僅僅幾個月前，他父親還帶隊打進了葡萄牙杯決賽。許多年以後，穆里尼奧仍然將那件事當作自己理解職業教練生涯殘酷性的一個重要的瞬間。這件事情應該發生在1984年的里奧阿維隊，當時穆里尼奧實際上已經21歲，而不是他後來回憶中所說的9歲、10歲。菲利克斯·穆里尼奧確實在聖誕節被里奧阿維隊解雇，所以後來穆里尼奧總給人一種極致的印象，今天要贏，明天也必須贏，我根本不相信所謂長期的安全感。這可能就和他從年輕時看到父親做教練的經歷有關。他很小就知道，昨天的功勞並不能保證你明天繼續有工作。而關於穆里尼奧自己的職業生涯，許多年輕球迷可能會以為他完全沒有踢過職業足球，這並不準確。其實在80年代，他先後效力過里奧阿維隊、貝倫人隊、奧辛布拉隊，還有科梅爾西奧工業隊，只是他的水平距離頂級的職業球員有很遠。他自己後來承認的也很乾脆，他知道自己的身體條件並不足以讓自己成為高水平的職業球員。他最終判斷能踢上葡萄牙低級別聯賽，已經是自己作為球員能夠達到的高度。但這裡也有一個特別好玩的冷知識，穆里尼奧還上演過帽子戲法。那是在1982年葡萄牙杯，貝倫人對陣維拉弗蘭卡，穆里尼奧替補出場，最終貝倫人17-0狂勝。穆里尼奧就是這場比賽有了自己的帽子戲法。所以如果以後有人跟你講穆里尼奧根本不怎麼會踢球，你甚至可以開玩笑的說，人家可是有職業比賽帽子戲法的。只不過那一場結束之後，他還是沒有成為球星。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父親想讓穆里尼奧上場，可俱樂部主席卻不讓。那是在里奧阿維队，父親正好是主教練。有一次球隊賽前有人受傷，
菲利克斯·穆里尼奧準備讓自己的兒子熱身，那麼他甚至很可能因此獲得頂級聯賽登場的機會。結果俱樂部高層出手了，直接阻止。原因很現實，他們擔心別人以為主教練在照顧自己的兒子。高層傳來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你把自己的兒子換上去，那你們可能一起走人。結果父親妥協了，穆里尼奧沒有上，這非常諷刺。幾十年之後，全世界最著名的教練，當年竟然因為主席怕他爸爸開後門而沒有能獲得頂級聯賽出場機會。不過真正的穆里尼奧其實從球員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他踢球的水平一般，但父親很快發現兒子特別會看比賽，所以老菲利克斯開始將他派出去觀察下一輪對手。也就是說，20歲上下的穆里尼奧已經開始幹球探工作。他會觀察對方的球隊，然後把情況整理成報告交給父親。據後來曾經跟他一起工作的莫澤回憶，穆里尼奧對於分析比賽的能力實際上可以追溯到當年幫父親制作對手的報告的時候。這可能才是他真正意義上的足球起點，因為穆里尼奧的天賦從來就不是自己去踢，而是思考別人正在怎麼踢，以及怎麼讓對方踢得不舒服。這會成為他未來整個教練生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有許多失敗球員的問題是，他們花了太長時間不願意承認自己成為不了球星，但穆里尼奧沒有，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速度、力量以及整體天賦不足以進入最高水平，因此逐漸把注意力從成為球員轉向理解足球。這也是為什麼他的球員經歷雖然不起眼，但並非毫無價值，因為他知道普通的球員是什麼感覺，知道當替補是什麼感覺，知道在低級別比賽是什麼感覺，知道作為主教練的兒子在更衣室裡會承受怎樣的目光。他也知道不是每個人生來都可以成為超級巨星的，但後來他最擅長的一件事情，恰恰就是讓一些原本並非世界級的球員相信自己能夠擊敗、能夠鎖死世界級球員。而關於他的母親很有意思，媽媽曾經想讓他讀商科，這也是個非常穆里尼奧的故事。他的家庭本來並不支持他把全部的未来壓在足球上，因為當足球教練顯然不是一個穩定的職業，所以媽媽希望兒子選擇比較正常、比較穩定的發展方向，想讓他進入商業學校學習。可是穆里尼奧只去了1天，隨後就決定不讀了。他堅持選擇體育教育，進入了里斯本的體育教育學院學習。所以年輕的穆里尼奧沒有任何保證的情況下，沒有顯赫的職業球員履歷的情況下，沒有豪門背景的情況下，他已經確定我的未來就是足球。而進入大學，穆里尼奧實際上更接近學院派的教練。他的學習內容涉及到體育教育、運動方法、訓練理論、心理學和教學方法，這是他的思想形成的階段。在葡萄牙體育的教育體系，像曼努埃爾·塞爾吉奧等人的思想對年輕的穆里尼奧產生過重大影響。後來的他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概念，足球不能簡單拆成體能、技術、心理、戰術4塊，然後分別練。訓練應該盡量去模擬比賽，把所有因素融合在同一個情景裡面。這種思想後來又受到維托爾·弗拉德的影響，弗拉德創立了戰術週期化理論，這最終都成為穆里尼奧訓練方法的重要基礎。這也是為什麼他以後到了切爾西，許多英格蘭球員會覺得這個葡萄牙人的訓練方法怎麼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而這些並不是突然在2004年發明的，種子早在穆里尼奧年輕時期就已經埋下了。從80年代末到1992年，穆里尼奧開始真正進入到教練圈子。在結束自己的球員生涯以後，他開始做基層的教練工作，主導青年隊訓練，隨後進入職業俱樂部的教練組。他進入過塞图巴爾勝利的體系，隨後到了阿馬多拉之星隊擔任助理教練，還在奧瓦倫斯隊從事過教練工作。這個時期他仍然默默無聞。然而1992年，一個人改變了他的命運。他一生中最大的貴人出現了，羅布森來了。1992年，著名的英格蘭教練博比·羅布森來到葡萄牙體育執教。問題是羅布森不會葡萄牙語，俱樂部需要一個既懂英語又懂足球術語的人幫他溝通。於是他們找到了穆里尼奧。穆里尼奧最初的正式身份非常普通，只是翻譯。1992年，他在葡萄牙體育成為羅布森的助手。但關鍵是穆里尼奧根本不甘心只做翻譯。一般翻譯的工作只是羅布森說一句你就翻譯一句，然後結束。但穆里尼奧一開始就幹了很多別的工作。羅布森談戰術，穆里尼奧聽；教練討論陣容，穆里尼奧深度參與。當需要分析下一輪對手的時候，穆里尼奧去看別人的比賽。而關於訓練怎麼安排，穆里尼奧也開始發表意見。
甚至當葡萄牙球員以為羅布森聽不懂葡萄牙語，就在旁邊討論一些事兒的時候，穆里尼奧還會告訴羅布森這些球員到底說了什麼。羅布森後來回憶，穆里尼奧在葡萄牙體育最初雖然主要負責翻譯，但他的作用很快就遠遠超過了語言工作本身。所以穆里尼奧後來非常不喜歡別人說他是羅布森的翻譯，因為從字面意義上似乎沒錯，但實際上很快就錯了。他早就已經將翻譯工作變成了助理教練，這時候的他已經開始顯現後來最恐怖的特徵之一，對對手進行瘋狂的研究。後來曾經在波爾圖和他們一起工作的球員回憶道，穆里尼奧提供的賽前資料非常詳細，甚至到對方左後衛到底是左腳還是右腳，對方中鋒喜歡往門前插還是喜歡回撤，還有他們在特定情況下習慣做些什麼。球員們看了這樣的報告，甚至會產生一種感覺，比賽還沒開始，我們已經完全知道對手要幹什麼了。到今天，這已經是職業足球的基本操作，但在30多年前，這種極端細化的對手分析還非常罕見，遠沒有今天這樣普遍。所以穆里尼奧在這方面早已明顯領先於時代。不過羅布森在葡萄牙體育的執教並不平靜，他和俱樂部主席的關係緊張。1993年12月，在歐洲賽場，葡萄牙體育在歐洲賽場被薩爾茨堡賭場隊淘汰這就是現在的薩爾茨堡紅牛隊的前身。主席決定解雇羅布森，但非常荒唐的是，當時葡萄牙體育的國內成績並不差，正處在爭冠的有利位置。這時候穆里尼奧面臨一個選擇，是留下來還是跟着老師走？他選擇跟羅布森走。這一次新的目的地是波爾圖，所以實際上穆里尼奧在1993年年底就已經去過波爾圖，只是那一次主教練是羅布森，穆里尼奧是他的重要助手。而真正屬於穆里尼奧自己的波爾圖時代，還得到2002年成為主教練之後。所以第一次波爾圖經歷1993到1996年羅布森時代的助理教練穆里尼奧。羅布森來到波爾圖之後，球隊迅速取得成功，他們拿到了葡萄牙杯，連續獲得葡萄牙聯賽冠軍，還曾經殺入歐洲冠軍聯賽半決賽。穆里尼奧作為他的重要助手，全程參與其中，這對穆里尼奧非常重要，因為在葡萄牙體育教會他的是豪門的內部政治鬥爭，而波爾圖教會他豪門的目標只應該有冠軍。所以他後来那種亞軍就是失敗的思維，在這個階段越來越明顯。此時的羅布森早就已經不把他當作普通翻譯了，越來越依賴他。穆里尼奧負責分析對手，負責參與訓練，負責給羅布森提供戰術上的意見，在更衣室裡也成為教練和球員之間的重要的連接點。實際上到這個階段，翻譯早就已經不是媒體在使用的標籤了。在波爾圖，穆里尼奧的職位明確已經描述為羅布森的助理教練，所以這個時期他已經獲得認可，從一個懂英語的人變成懂足球的人，完成了身份的升級。而這裡有個非常冷門的冷知識，在1996年羅布森準備前往巴塞羅那的時候，穆里尼奧也參加了相關的工作。當時穆里尼奧陪羅布森處理完和巴塞羅那有關的事兒，然後深夜駕車，在疲勞駕駛中發生事故，頭部受傷。這是一次比較嚴重的交通事故，但幸運的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後果。然後他們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目的地巴塞羅那。1996年，羅布森成為巴塞羅那主教練，他明確要求穆里尼奧必須跟自己一起去。於是33歲的穆里尼奧進入了歐洲最複雜、壓力最大的豪門之一。在那裡，他每天面對的不再是普通的葡萄牙球員，而是世界級的超級巨星，包括羅納爾多，還有瓜迪奧拉。後面這個人的名字將和穆里尼奧整個足球人生緊緊聯繫在一起。在巴塞羅那時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穆里尼奧學會了加泰羅尼亞語，他的語言能力非常出色。到了巴薩之後，光是西班牙語還不夠，他繼續學習當地語言。這不只是多會一門語言，真正的意義是他能夠直接進入更衣室的最內部核心，不用翻譯，可以和球員直接交流，可以理解當地媒体，可以理解當地俱樂部內部的文化。所以在巴塞羅那，他的角色不斷擴大，這成為他日後執教那些海外豪門俱樂部的一項巨大的優勢。當他進入一個國家以後，會努力進入那個國家的語言和心理環境。而羅布森本質上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進攻型教練，他負責進攻的激情，喜歡讓優秀球員發揮天賦。而穆里尼奧開始思考，如果丟球怎麼辦？他越來越喜歡發問，我們進攻的時候，如果丟了球權該怎麼辦？兩個人恰好形成互補，羅布森偏向於思考怎樣把球打進去，穆里尼奧則經常思考，
如果丟失球權，對方會怎麼反擊？這種差異也是兩人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從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後來的那個穆里尼奧，不過不是單純的防守，而是他永遠在考慮下一種比賽狀態。96到97賽季，羅伯森和穆里尼奧在巴塞羅那拿了3個冠軍。這個賽季他們雖然沒有拿到西甲冠軍，卻獲得了歐洲優勝者杯、西班牙國王杯、西班牙超級杯。他們的合作非常成功。尤其重要的是，穆里尼奧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到超級巨星們究竟應該怎樣管理。那個賽季有年仅20歲的大羅納爾多，他各項賽事49場狂轟了47個球，打出了足球史上最震撼的個人賽季，也榮膺了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獎。球隊裡面還有路易斯·菲戈，當時正處於自己職業生涯上升期，是邊路的核心。還有斯托伊奇科夫，功勳級別的傳奇前鋒，經驗豐富的保加利亞巨星。還有胡安·安東尼奧·皮奇，是鋒線上最重要的射手之一，真正的實力派。皮奇贏得了教練組包括穆里尼奧的信任。中場和後防線上有瓜迪奧拉，有路易斯·恩里克，對，就是現在大巴黎的主教練。瓜迪奧拉是當時球隊的第一隊長，也是中場的节拍器，是球場上的戰術大腦。路易斯·恩里克那個賽季剛剛從皇家馬德里轉會加盟，已經展現出極強的多面手的屬性，風格極為硬朗。還有洛朗·布蘭科，這是法國功勳後衛，1998年世界杯冠軍，法國隊的定海神針。還有費爾南多·庫托，葡萄牙後衛，防守端作風極為兇悍。門將維托爾·巴亞，葡萄牙國家隊主力門將。另外還有巴西前腰吉奧瓦尼，尼日利亞邊鋒阿姆尼克，這是1994年的非洲足球先生，速度極快，爆發力極好。中場還有吉列爾莫·阿莫爾，這是巴薩夢一隊延續下來的中場鐵閘，拉瑪西亞青訓的傑作。還有外號小佛爺的西班牙中場天才德拉佩納，他的傳球極富有想象力，在中場和大羅納爾多有極高的默契，經常送出一些撕開防線的直塞球。還有阿爾伯特·塞拉德斯，這是年輕的拉瑪西亞的防守型中場。另外還有克羅地亞中場大師普羅辛內斯基。對了，替補門將胡倫·洛佩特吉後來也成為著名的主教練。所以幾十個普通球員的更衣室是一回事兒，擁有大羅纳爾多、路易斯·菲戈、斯托伊奇科夫這種世界第一檔天才的更衣室，那是另一回事兒。這對後來穆里尼奧執教像德羅巴、蘭帕德、斯內德、埃托奧、C 羅、伊布拉希莫維奇等等，過去的這段經歷非常重要。但1997年，羅伯森不再擔任巴塞羅那主教練，過去的好幾次工作變化，羅伯森走，穆里尼奧就跟着走，但這一次不同，穆里尼奧留了下來。新的主帥荷蘭人路易斯·范加爾，他和過去的羅伯森兩個人完全不同。羅伯森更像是經驗型的管理大師，范加爾則非常強調結構、訓練、空間、組織、位置，還有比賽計劃。穆里尼奧先是在羅伯森那裡學習，但到了范加爾這裡，他接受了一次更完整的教練教育。所以後來的穆里尼奧實際上是這兩種東西的混合體。在羅伯森身上，他學到了人與人的關係；在范加爾身上，他學到了體系和組織，再加上自己過去葡萄牙學院派的訓練理論和戰術周期化理論，最後才組合成那個主教練穆里尼奧。而范加爾之所以留下前任主教練的助手穆里尼奧，是因為看中了他出眾的個性和對足球的深入理解，以及極高的工作上的潛力。當羅伯森離開巴薩的時候，穆里尼奧本想隨之離去，他感到前途有些迷茫。但范加爾在日常接觸中發現穆里尼奧特別懂球，特別聰明，對足球有着極高熱情。他很有個性，自信而且獨立，在俱樂部內部敢於表達觀點。而范加爾需要有人幫着他熟悉球隊環境、熟悉球員，這樣能協助自己快速接手巴塞羅那。於是范加爾打破常規，讓穆里尼奧開始負責更多的戰術分析、訓練安排，甚至部分的比賽臨場指揮都讓他來。在加泰羅尼亞杯等等賽事中，范加爾甚至讓穆里尼奧獨立帶隊，這為他日後成為世界級的名帥奠定了實踐的基礎。這個階段的穆里尼奧自己設計訓練，自己分析對手，甚至有些比賽自己指揮，他承擔了接近主教練的職責，也第一次真正體驗到我能站在最前面決定一切。這大概是范加爾留給他最重要的禮物，不只是教他某個陣型，而是讓他相信你已經可以自己幹了。於是在這個階段，後來穆里尼奧自己也講，在巴塞羅那當助理教練的時候，布拉加隊曾經邀請他成為主教練，穆里尼奧非常想去，因為終於可以自己當主教練了。
結果他父親勸住了他，父親告訴他不要着急，你遲早會獲得機會。現在你待在巴塞羅那，可以每天學習怎樣訓練和怎樣管理世界級的球員。穆里尼奧後來承認，幸好自己當初聽了父親的話。所以我們不要忘記，他的父親老菲利克斯實際上才是穆里尼奧職業生涯的第一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父親給他做比賽報告的機會，在最關鍵的節點又阻止他太早成為主教練。好的，朋友們，故事很精彩，預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點讚和熱推。喜歡的話，歡迎您訂閱。咱們明天再見。